好学猫，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我亲爱的甜橙树。嗨，我亲爱的书友们，今天的你一切都好吗？昨天一个同事说，我的孩子才6岁，可我真的快崩溃了。今天他又在幼儿园打了小朋友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了。老师把他叫做小魔鬼，邻居们侧目而视，连我自己的父母都说这孩子没救了。我打过他，骂过他，关过他禁闭，可一切只会变本加厉。昨晚我看着他睡梦中还挂着泪痕的小脸，突然想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他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什么？而我却从来没听懂。这样的故事你熟悉吗？那个总在惹麻烦的孩子，那个被贴上顽劣难管、问题儿童标签的孩子，那个似乎永远在挑战成人耐心的孩子。我们习惯于评判行为的结果，却很少蹲下来真正去听听这些行为背后那颗心在呼喊着什么。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这本构思了42年却仅用12天一气呵成的书。它会温柔地掀开坏孩子的标签，让我们看到标签之下那颗闪烁如星辰的纯净灵魂。每一个魔鬼般的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被看见的天使，而改变他们的钥匙不是更严厉的惩罚，而是久被遗忘的温柔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若泽·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，这个名字或许对你有些陌生，但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传奇。他出生于1920年的巴西，家境贫寒，人生经历之丰富远超常人想象。他做过渔夫、教师、模特、舞蹈演员、侍应生、电影、电视及话剧演员。如此驳杂的生命体验，像一条条蜿蜒的溪流，最终汇成了他创作的海洋。他说，文学是最复杂的艺术，因为它要赋予作品绘画的色彩和线条，音乐的声音和旋律，以及动感。写作是我找到的用以展现我的生活经历，传递我的喜怒哀乐和一种久被遗忘的感情。温柔的方式，没有温柔的生活毫无意义。这段自白是理解他一切作品的钥匙，而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。这本书从酝酿到诞生几乎横跨了他的前半生。书中的5岁男孩泽泽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童年的缩影。他不是在虚构一个故事，而是在打捞一段深埋在记忆河床之下的属于自己的时光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世纪初的巴西。5岁的泽泽生活在一个被贫困紧紧缠绕的家庭，父亲失业，整个家庭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，母亲和姐姐不得不在外做工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圣诞节本是欢乐与礼物的代名词，可对于圣诞节出生的泽泽来说，这一天降临的不是圣婴，而是魔鬼。没有礼物，没有盛宴，只有清冷和饥饿。但泽泽是早会的，甚至是天才的。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识字，他的伯伯曾预言他会成为伟大人物。这颗聪慧敏感的心灵被置于贫瘠粗糙的现实土壤中，注定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疼痛。暴力和误解是成长的常态，因为贫穷，也因为天生的好动与好奇，泽泽成了家里的出气筒。一次，他无意中学着大人的口吻唱了一句，我想要一个裸体女郎，仅仅因为他觉得旋律好听，想逗愁眉不展的父亲开心。可迎接他的不是理解的笑容，而是一顿痛打和更深的误解。他成了街坊邻里口中的小魔鬼，他出口成脏，恶作剧不断。他会在人行道上涂蜡让人滑倒，会偷邻居家的水果。在成人疲惫而烦躁的眼中，他就是所有麻烦的源头。渐渐的，连泽泽自己都开始相信这个设定，我就是魔鬼的干儿子，活该被打。当一个孩子内化了外界对他的暴力评价，那是最残酷的事。他开始用坏来定义自己，用更出格的行为来印证别人的眼光。既然你们都说我是魔鬼，那我就魔鬼给你们看。这不是叛逆，这是一种绝望的自我确认。当现实世界布满荆棘，
一个孩子会逃往哪里？泽泽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辉煌而完整的幻想王国，他家的后院就是他的全部宇宙。他把后院分成了3个宏伟的冒险乐园，第一个是动物园，里面有威风凛凛的黑豹和狮子，现实中它们只是一只老黑母鸡和2只黄母鸡。第二个是欧洲，他和弟弟路易在那里玩着甜面包山缆车的游戏。第3个是好朋友蝙蝠卢西亚诺的住所，他发现了一棵会说话的甜橙树，给它起名叫明基诺或小鲁鲁。这棵树是他的战马，是他的密友，是他所有心事和眼泪的收容所。在幻想里，他是君王，是勇士，是被理解和深爱的孩子。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了泽泽生命中最初的，也是最尖锐的2元对立。幻想有多温暖绚烂，现实就有多冰冷灰暗。尽管被误解的坚冰包裹，泽泽天性中的善良与温柔依然会从缝隙中透出光芒。这颗心其实柔软的不可思议。他会照顾弟弟，耐心地带着小弟弟路易进入他的幻想世界，把仅有的快乐分享给他。他会分享与同情，学校的女老师每天给他钱买小煎饼，他却请求老师，你有时候可以直接把钱给多洛提拉，不用给我。他妈妈替人家洗衣服，家里有11个小孩，他自己身处贫困，却永远看得见比他更困窘的人。他会用笨拙的方式去爱，他以为伤害了父亲，就抱着擦鞋箱在圣诞节那天跑遍街头，用赚来的微薄收入给父亲买了一盒世界上最好的烟。当他把烟递给父亲时，他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，爸爸，你以后打我的时候我再不抱怨了，你想打就打。孩子爱的动机纯净的像一颗露珠，可成人复杂的世界却总是给他蒙上污浊的滤镜。这些瞬间让我们明白，泽泽所有的坏不过是一个5岁孩子与残酷世界进行的错误谈判。他手里没有别的筹码，只能用自己的顽劣、尖叫和叛逆去笨拙的呼喊，去交换一点点爱的微光。他在呐喊，看看我吧，抱抱我吧，爱我吧。他甚至觉得挨一顿打也比被彻底的忽视要好。命运的转折始于一场不打不相识。泽泽因为顽皮的扒车被邻居葡萄牙人老仆抓住，结结实实地打了屁股。泽泽哭着发誓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杀了你。然而正是这个敌人后来成为了泽泽生命里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。改变的契机很小，泽泽的脚被玻璃划破，他不敢告诉家人，怕换来又一顿责骂。但细心的老仆发现了他的异样，什么也没问，只是默默地把他带到了诊所，替他清洗缝合伤口。没有斥责，没有高高在上的教训，只有平静的行动和无声的关怀。这颗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柔的质地。他开始主动去找老仆，爬过栅栏，跟他讲自己所有的奇思妙想。老仆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，他没有试图纠正泽泽，他只是蹲下来看着泽泽的眼睛，平等地与他对话，告诉他脏话不能说，坏事不能做，并且耐心地解释为什么。他给了泽泽人生中最稀缺的2样东西，尊重与倾听。老仆会带他开车去郊游，会和他分享蘸了咖啡的面包，会像朋友一样给他讲道理。对泽泽来说，老仆的车是我们的车，老仆是他的领航员，是他现实世界里第一个把他当做一个独立、完整的人来对待的成年人。这份毫无条件的温柔像一股暖流，开始融化泽泽内心因恐惧和孤独而结成的坚冰。他向老仆提出了一个令人泪目的请求，如果可以，你可以当我的爸爸吗？我们出生之前没办法选择父亲，但是如果我可以选，就会选你。他甚至恳求老仆把自己买走，这样家里就能少一张嘴吃饭。一个孩子的爱可以如此卑微，又如此炽热。在老仆这里，泽泽第一次体验到了依赖的安全感。他开始想要变得更好，不想让老仆失望。他奇迹般地改变了，变得有礼貌，招人喜欢。
姐姐惊讶地发现弟弟变成了另一个孩子。当一个孩子被温柔地爱过，稳稳地接住过，他便会用温柔来回馈整个世界。因为心灵一旦被爱填满，外在的尖刺自然会收敛。但这本书不是童话，最美好、最温暖的时光，往往铺垫着最深的断裂。命运给了泽泽2记重锤，几乎将他彻底击碎。第1击是幻想的消逝，市政修路，需要砍掉后院的甜橙树，那棵承载了他所有孤独、欢乐和秘密的明基诺。那匹载着他驰骋幻想疆场的战马，就要被连根拔起，这意味着一部分的自我将被强行剥离。更致命的第2击紧随其后，老仆，他在现实世界里唯一的太阳，他刚刚找到的父亲，突遇车祸，永远离开了他。幻想世界的爱与现实世界的爱，在同一条时间轴上被双双斩断。那个用尽力气刚刚开始相信温柔的孩子，被他最信任的世界联手抛弃了。泽泽的世界彻底坍塌了，他因伤心过度而发烧，陷入长时间的昏迷。在意识模糊的边缘，他完成了一次最深情的告别。他看见小甜橙树来到窗外，带着蝙蝠卢西亚诺，带着西部电影里所有的宝贝，来与他做最后的相聚。这不是童话的延续，这是一场庄严的葬礼，是泽泽在向自己的童年，向那个用幻想抵御一切痛苦的自己，郑重的道别。当他从昏迷中醒来，高烧退去，一切都不同了。姐姐指给他看，小甜橙树已经开花，变成了一棵普普通通会结果子的树。后院再也没有了亚马逊森林，没有了狮子和黑豹。泽泽平静地说，我再也不相信那个幻想世界了。这句话里没有赌气，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种巨大的静默的领悟。那一刻，我们目睹了一个孩子最残酷的成长。成长就是亲手拆毁自己建造的乐园，并承认那只是一片废墟，就是离幻想和天真越来越远的过程。当更小的弟弟路易斯跑来问黑豹去哪了时，已经长大的泽泽没有戳破这个美丽的谎言。他摸了摸弟弟的头，轻声说，黑豹去亚马逊森林度假去了。他没有把自己的幻灭变成弟弟的幻灭，他把那个已经消逝的星光璀璨的幻想世界，像一份最珍贵的遗产，留给了更需要他的人。作者穷其一生想要传递的，正是这种久被遗忘的温柔。老仆对泽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看见、倾听和陪伴。这种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最深切的力量。它不通过暴力征服，而是通过理解渗透。它证明了温柔比任何惩罚都更能感化一颗充满戒备甚至仇恨的心。当世界对孩子挥舞拳头时，温柔是成人能给出的最高级的教养。泽泽的长大是以丧失为代价的，他失去了甜橙树，失去了老仆，最终也失去了那个能够凭空创造世界的自己。这过程充满尖锐的疼痛，但这就是成长的本质，一路奔跑，一路遗失。我们无法永远躲在幻想的堡垒里，真正的成熟是看清生活的真相，在失去所有庇护后，依然选择走进风雨，并学会自己为自己撑伞。泽泽康复了，他不再哭泣，他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的树和空荡的后院。他杀死了心里那个愤怒、委屈、依赖幻想的小孩，从而让一个温柔、坚韧、立足于现实的自己活了下来。泽泽的故事也是一面镜子，照见无数原生家庭的伤、家暴，无论是肢体的还是语言的，都像一颗毒种子种在孩子的生命里。但作者写下这个故事，不是为了控诉，而是为了和解与治愈。童年的我们没有能力反抗，但成年的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与过去和解的第一步，是像泽泽对老仆倾诉那样，勇敢地言说痛苦，释放悲伤，承认伤害的存在，不是为了沉溺，而是为了穿越。最终，我们要把父母的责任还给父母，把自己的生命牢牢握在自己手中，
老仆的死亡是泽泽面临的第一次深刻的生命教育，他如此突然，如此不讲道理，但正是这场死亡迫使泽泽思考爱失去与记忆的关系。当你停止喜欢一个人，他就会在你心里慢慢死去。反之，只要我们持续地爱着、思念着，逝去的人就从未真正离开，他们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变得温柔的行为里，获得另一种永恒。泽泽没有忘记老仆，老仆化作了他心里的太阳，让一切都变得美丽。他活成了老仆希望他成为的样子，这就是对死亡最有力的对抗。在泽泽的世界里，贫富差距像一道鸿沟，但我们也看到，温柔可以抹平那些不公平带来的凹凸。开车的夫人会给光脚的泽泽一点钱，富裕的小孩会邀请他去家里分享圣诞大餐。这些来自陌生人的不带施舍感的善意，是冰冷现实里珍贵的星火。它让我们相信物质的贫乏无法禁锢人性的高贵，而真正的富裕是拥有一颗能够给予温柔的心。人的心是很大的，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。这是泽泽的话，也是这本书送给所有读者的一句箴言。我们的心可以放下童年的创伤，放下失去的痛楚，放下对世界的不解与愤怒，同时它也能装下从裂缝中照进来的光，装下那些曾温暖过我们的瞬间，装下我们想要传递给别人的温柔。我亲爱的甜橙树是一本会长大的书，9岁读，我们看到一个神奇的幻想故事；19岁读，我们共鸣于成长的阵痛与迷茫；29岁、39岁再读，我们或许已为人父母，开始反思自己是否曾成为某个孩子的老仆，还是无意中做了那个挥起手掌的暴君。在催促孩子成为乖大人之前，先试着去听懂他们错误谈判背后的密码。每一个魔鬼般的孩子都是一个迷路的天使，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规训与惩罚，而是一份老仆式的蹲下来的看见。温柔才是这世间最强大也最坚韧的力量，它无形却足以重塑一颗心灵，它无声却能穿越最深的黑夜。最后，我想把泽泽的另一句话送给大家，也送给我自己，请把我买走吧，这样家里就会少一个人吃饭，如果觉得贵，也可以分期付款。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这是一个孩子用他全部的天真和绝望发出的关于爱的最高报价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这个报价，愿我们都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老仆，在某个需要的时刻递上一份理解，送上一束温柔的光。如果你也曾是或正是一个泽泽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一句话，给过去的自己一个拥抱，或给现在的自己一份温柔。如果你是那个幸运的遇到了老仆的人，请艾特出他，让这份温柔被更多人看见。好学猫